我叫沈清欢，是尚书府的嫡女，听着名头挺唬人的，对吧？实际上我爹是6部里最没存在感的尚书，上朝永远站最末排，说话没人接茬，就连咳嗽都不敢大声喘。好疼！就我爹这么个唯唯诺诺的人，转头就要把我嫁给永宁侯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？那位侯爷牙都掉了3颗，走路得2个人搀着，咳嗽一声都能咳出半条命，妥妥的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。我16岁。 正是鲜衣怒马的好时候，凭什么要给一个老头子当冲洗的药疹子？烤红薯。活了16年，我见过最好看的男人是我爹年轻时的画像，可跟眼前这人一比，我爹那画像直接拿去糊窗户都嫌掉价。这人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？我沈清环就是这么没出息，主打一个当场见色起意。你干什么的？赶路。从哪儿来？京城。去哪儿？不知道。合着这位大哥主打一个惜字如泥，多一个字都嫌费口水，气质清贵。 穿的却穷得叮当响，都混到蹲破庙烤红薯当晚饭的地步了，这绝对是个落榜的穷书生。我孤身跑路，肯定得雇个保镖。这人一看就很能打，最关键的是长得这么好看，带在路上天天养眼，份儿有面子。2两银子月钱，包吃包住，我雇你当我保镖。2两。 你一个没功名的穷书生，2两银子够你吃1个月饱饭了。我这纯纯是行善积德，再嫌少就麻溜滚蛋。不怕我是杀人越货的歹子？你要是真杀人越货的，至于蹲在这儿烤红薯？早出去打家劫色了。行吧。 家人们，那一笑直接给我干懵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周。那时候我还觉得自己捡了天大的便宜，既能有人护着周全，又能天天看帅哥养眼。后来我真想抽自己800个大嘴巴子。你能不能走快点？磨磨蹭蹭干嘛呢？你雇我当保镖，又没雇我当驴，除非走快了，另加钱。哼，你做梦吧！想我从小养尊处优，这辈子走过最远的路，就是从闺房走到花园的凉亭，哪受过这种长途跋涉的罪？要不要背你？那一瞬间，我真的破防了。人啊，果然最容易在这种小细节里感动。另外加1两金子，另外加1两金子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我就知道天下乌鸦一般烟，可是他这睫毛怎么又长又翘的？沈清鹤，你真没出息，对着个抠门穷书生犯什么花痴？就捡这3根，够烧了。怎么才半壶？够喝了。你干活能不能上点心啊？我雇你来是当大爷的吗？你花的那点钱，不含情绪价值。你2两银子确实是少了点。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听怎么欠揍。哎呀，阿周，过来扶我一把。他的手指温热有力，触碰到我皮肤的那一刻，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直接一片空白，心跳都漏了半拍。没断。要不是就这一双鞋，扔了得光脚，我今天非砸死他不可。不过还真不疼啊。
真甜。闻到了吗？甜吧？想吃吗？闻闻就行了。这一串可要5文钱呢，你要吃就从你月钱里扣。你可真大方。啃完这口，我心里突然有点过意不去。人家昨晚好歹还给了我半个红薯垫肚子，我连一串糖葫芦都舍不得分，是不是太抠了点儿？你睡那儿，保镖睡门口，正好给我挡贼。守门不给加钱啊？这年头的保镖怎么都这么市侩？布料不算厚，可盖在身上，暖意一下子就裹住了我。我心里软了一下，想说句谢谢。他连挠都没挠一下，就那么靠着睡了一夜。看着那些蚊子帽，我心口跳突然闷得慌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。拿着最便宜的驱蚊粉，别被咬得满身包，影响我保镖的形象，丢我的人。这个人绝对有毒，明明嘴那么欠，干活那么敷衍，偏偏笑起来能要了我的命。我沈清河一世英名，绝不能栽在一个2两银子雇来的穷书生手里。只不过，你看看这泥点子，洗的什么衣服？重洗，反购。什么稀罕东西，碰都不让碰。祖传的。你都穷成这样了，还留着他，当了换几顿好饭不行吗？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他当时的眼神就像是一个手持万贯的人在听一个乞丐教他怎么理财，但我当时哪懂这些啊？行啦，留着吧，等你哪天翻身了，也算个念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玉佩是御赐的，整个大梁只有3块，一块在当今圣上手里，一块在太后那儿，而这第3块……日子一天天过，我发现这人虽然嘴不饶人，但还算靠谱。他不让我走夜路，不让我喝深水，我走累了，他也会放慢步子，假装自己也累了。客官，这白面馒头2文钱一个，1文钱2个，卖不卖？哎呦，姑娘，这哪成啊？本钱都不够。阿周，走，我们去别家看看。哎，回来，卖你了！看见没？这叫市井生存法则，书上可学不到。受教了。不要走，别走，你走了，我害怕。
拿着。这伤药就不从你月钱里扣了。还有，从这个月开始，你的月钱涨到3两。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？本小姐一向大方，3两已经是我抠门的新极限了，心疼的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。但看着他贴好膏药的手腕，值了。站住！留下买路财，放你们走。这小娘片长得可真水灵啊！大哥，钱留下，这小娘子也留下给兄弟们乐呵乐呵呗。阿周，阿周，人呢？阿周怎么比我跑得还快啊？果然，男人要是能靠得住，母猪都能上树。告诉我娘，我不是闹钟。哎呦，疼死老子了！这就是离家出走的下场，以后别自己一个人跑。我说你好意思说我？你个保镖不好好保护我，刚才死哪儿去了？我被吓得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他刚才应该是去杀贼了。喂，你去门口睡。原来使唤他是理直气壮，但从这天起，我开口时不自觉地加了麻烦2个字。麻烦你打点水，麻烦你烤个红薯。活还是照干，就是嘴里多了2个字。听说了吗？朝廷新派的知府大人到了，满城官员都在城门口迎接呢。一个知府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只关心客栈是不是涨价了。客官，今日通铺60文。60文？之前不是才20文吗？不住了，去城外找个破庙凑合。别！我又不是去偷去抢，就去蹭顿饭嘛。看清楚了，请帖。吃啊，发什么呆？这种级别的席面，在京城起码得花20两银子呢。这都堵不住你的嘴。知府大人到了。完了，我爹肯定发了公告找我，这下彻底暴露了。别替我出头，你一个穷学生惹不起官府的人，连累了你是我不对，一会儿找机会快跑。都起来吧，我就是沈家的女儿，你们要抓就抓我。我的话掉在地上，连个响都没有。都起来吧。大人，这位是一个朋友。下官恭迎大人。小
谢灵州，当朝首辅，我爹的顶头上司。沈清鹤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，让他洗衣服、烤红薯、睡门口，反攻！嫌他衣服洗不干净，骂他废物，嘲笑他御赐御配是假货，还劝他当了换饭吃。糖葫芦买了一整串，只给他闻了闻。我觉得我这辈子的运气全用在了没被当场弄死上。首辅大人，首辅大人，下官敬您。恩师，您请。他和那个蹲在破庙里烤红苕的人判若两人，却又好像从来没变过。和破庙里月光下的是同一张脸，但气场完全不一样。此刻的他就像是一把藏在布囊里的绝世利剑，被彻底抽了出来。沈清鸾站在他面前，活像个等待行刑的死囚。首辅大人，不是叫阿周吗？怎么改口了？就像猫呆住老鼠以后之后不急着咬死，先拨弄两下，看他能扑腾多久。民女有眼不识泰，瞎了狗眼。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的样子。你不是让我睡门槛吗？还有糖葫芦，买了一整串只给我闻了闻。雇主怎么怂了？他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件都记着。我的黑历史被人一条条翻出来，摆在面前，比在大街上被扒光了还难受。下次我买100串赔您。用什么买？一共9两3钱，你拿9两3钱赔当朝首辅。这真是我所有的钱了，不够的话，我可以给您打工还债，洗衣服、扫地、端茶、倒水我都行。虽然我之前都是让他干这些的。你知道你逃婚的人有多厉害吗？永宁侯再厉害有什么用？满京城都传他牙掉3颗，走路还要人搀。我才16岁，让我嫁给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，我能不跑吗？我说着说着忘了面前这人是首辅，一提起那桩婚事，我的憋屈瞬间压过了害怕，心里涌上酸涩。他是高高在上的首辅，犯得着管我嫁给谁吗？他是高高在上的首辅，犯得着管我嫁给谁吗？反正也没别的路了，大不了回去认命，嫁老头子就嫁老头子。死也不能在他面前哭，已经够丢人了。先住下，这件事以后再说。我爹冲进院子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会先抱住我，然后再狠狠骂我一顿，结果他根本没看我。我亲眼看着在家对我呼来喝去、唯唯诺诺的爹，对着我花2两金钱雇来的保镖磕得额头通红。首辅大人，下官教女无方，惊扰了大人。沈大人，本座问的不是这个。那下官这就把这逆女带回去。沈大人，你跑题了。这老头急死我了！谢灵州是我爹的顶头上司，他是首辅，绝对有能力改变我的婚事。首辅大人，您权倾朝野，能不能跟萧太后说说，永宁侯这门亲事我实在不想结。住嘴！黄毛丫头，竟敢在首辅面前放肆！你要我替你解除婚约，那要看你表现。这句话简直就是我的救命稻草。哎呦，这力道简直是想把我揪回娘胎里重造。从这天起，我开始在谢灵州身边疯狂讨好他，一方面怕他秋后算账追究我以前的虐待，另一方面指望他替我退婚。杯子里的水都没烧开，而且放了足足半罐茶叶，泡出来的颜色黑得跟药汤一样。桌上的奏折被他按大、中、小的尺寸排得整整齐齐。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刚闯完祸还不知道自己闯了祸的傻狗。我给他做饭，糊了3锅，差点把厨房烧了。
饭做得很好，饭做得很好，下次不用做了。没关系的，我愿意做。你过分，在你眼里碗比我重要是吧？碗没长腿，不会自己站起来。我气得当场就想咬他。发什么呆？进去吃饭。这语气和在路上催我赶路时一模一样，完全不像堂堂首府对下人说话，倒像那个被我雇来的阿周。谢灵舟这个人冷归冷，但好像从来没真的对我生过滋味。从破庙到现在，让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酸梅，还没来得及品出外头的甜味，里头的酸涩就先涌上来了。下官教女无方，实在罪该万死，万死。好了7天，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。我趴在屏风后面，心跳的比打鼓还响。时机到了，首府大人，您之前说看我表现，我这7天的表现您都看到了，您能不能帮我跟萧太后说说，退了那门亲事？逆女，你竟敢！沈大人，令爱确实很努力。清鹤年纪尚小，是，首府大人教训的是。稳了，我就知道，阿周他心里还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就比如令爱与永宁侯的婚事，本座认为非常合适，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。要是不结为连理，一定会后悔。本座会亲自向萧太后进言，促成。什么？他刚才还说深思熟虑，转头就说天作之合，他这是背刺我。希望被他亲手点燃，又亲手掐灭。那感觉不是失望，是从高处一脚踩空。心脏还悬在半空没落下来，人已经重重的摔到了底。极度的委屈化作愤怒，从脚底直窜到头顶。谢灵舟，你骗我！你说看我表现，我像个傻子一样在你面前表现了7天。你疯了！快闭嘴！我沈清环既然不想嫁，就不会后悔。你不支持我，也不该拖我后腿。从今天起，我跟你谢灵舟没有任何关系。随你。你简直是疯了！竟然敢跟首府大人当面叫板！你可知你一时任性，要让全家万劫不复！清欢啊，你就认命吧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，嫁就嫁，死就死，都行。那天晚上我缩在床角哭，不是因为害怕嫁给老头，是因为谢灵舟。从破庙到现在，我以为他多少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喝完我煮的难喝到想吐的粥，他替我挡山匪，守我一夜高烧。喝完我煮的难喝到想吐的粥，一路都没真的生过我的气。我甚至觉得，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会帮我，那个人是他。结果他说天作之合，结果他说随你，那2个字比天作之合更扎人。不是不行，不是对不起，是随你，你爱怎样怎样，跟我无关。婚期定了，萧太后亲自下旨，3日后出嫁，整个尚书府忙成了一团。小姐，您知道吗？侯府送来的聘礼足足有几10台呢，院子都快放不下了。他们叽叽喳喳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
我忽然想起破庙那晚，月光下阿周递过来的半个红薯。那时候，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刚刚开始。盖头遮住了一切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听到路边百姓的议论。这就是嫁给永宁侯的那个尚书家的女儿。永宁侯都多大岁数了？听说路都走不稳喽，真是可惜了。每一句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耳朵上，没有一丝喜气，只有死气沉沉。行礼的时候腿都在抖，全程机械的磕头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现在就是在等那个牙掉3颗、走路要人搀的永宁侯来掀盖头。我想掀开之后我大概会吐，但吐我也要忍着。这脚步声不像老人蹒跚的步伐，倒像一个我很熟悉的节奏，和他一路走在我身后的脚步一模一样。沈清渊，别做梦了！谢林州和破庙里的月光完全不同，但人还是那个人。你还来干什么？来娶我的娘子。新郎是谢灵州，谢灵州就是永宁侯，永宁侯就是谢灵州，他是首辅也是侯爷。所谓年过半百牙掉3颗，全是以讹传讹。他太低调，从不在人前露面。朝中有人嫉恨，故意散布谣言，百姓只自己愿意信的，一切都是误会。我爹说过，他说永宁侯年轻，可我不信啊。他是首辅也是侯爷，谁会信威震大梁多年的侯爷竟然才22岁？要牙老头，嫁老头子就嫁老头子。我逃的那个婚，就是跟他的婚。他在破庙遇到我那一刻，就全知道了。盖头下面不是老头，而是这张脸，应该放鞭炮中，但我的眼泪先一步掉了下来，又气又委屈。嫁老头子就嫁老头子，委屈的是我以为他背叛了我，结果他从头到尾都在我骂了他、怨了他、跟他绝交，他受着全受着。谢立正，你个大！谢立正，你个大混蛋！你为什么不早说？鼻涕出来了，我更想死了。大喜之日，新娘鼻涕横流，吹新郎横流，吹新郎，传出去，我沈清欢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永宁侯是我祖父传下来的爵位，我22岁便袭爵了。因为朝中政敌极多，我从不以真面目示人。外界关于永宁侯的传言越来越离谱，我也懒得去澄清。解释了也没人信，就像你爹跟你说了，你也不信一样。我顿时哑口无言。是啊，他要是在破庙里对我说我是你未婚夫谢灵州，我100%会以为他是个骗子，估计还会加上一句你长这样还想冒充掉牙老头，老头滚！我本想在路上找个合适的时机向你说明身份，但后来我发现你跟阿周在一起的时候是真正放松的。木头桩子都比你机灵，不用怕首辅的权势，不用怕永宁侯的年纪，就是一个雇主和保镖的关系。我想多看几天这样的你。回想起这半个月，让他睡门口，只准闻糖葫芦，嫌他衣服洗不干净，骂他废物，大方的涨到3两银子，觉得自己仁至义尽，每一件都成了黑历史，他全记着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。那你在正堂说天作之合，你那时候就知道新郎是你自己，不然呢？他说天作之合，说的是他和我，他赞同这门婚事，因为新郎就是他。我跟你谢灵州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当着他的面跟他绝交，骂他推我入火坑，结果他入的就是他自己的火坑。那你为什么不解释？我跟你绝交那天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当时正在气头上，说什么你都不会听。而且，我想让你问问自己，你到底是更怕嫁给那个传闻中的老头，还是更在意
跟我绝交这件事。我愣住了。我那天晚上蒙着被子，最难过的确实不是怕嫁老头，是怕嫁老头，是觉得他站在了我的对面。谢立舟，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耍我？你发烧那晚，抓着我的手不让走，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，这个婚你逃不了。那一刻我整个人被击中了，不是被甜到，是被狠狠的、结结实实击中了。他知道我怕黑，知道我嘴硬心软，知道我买驱蚊粉的时候在意他，知道我长工钱是因为心疼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从破庙那一晚起，我又想哭了，但这次不是委屈。他手指掠过的地方，像被烫了一下。我还沉浸在又气又甜的复杂情绪里。你就是小清渊，是挺好看的。见过叔父。别整那些虚的，叔父就问你一句，林州那小子有没有欺负你？你听叔父的，别怕他，他从小就这个死样子，不爱说话也不会哄人，拿根木头都比他有趣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叔父，叔父替你收拾他。太子太傅当朝二品大员，正儿八经的告诉我，首府要是欺负我，他帮我出头。当朝首府被叔父当面拆台，耳朵红了，我差点当场笑出声。老爷子走后，我消化了很久，然后一个念头在心里疯狂生长起来。叔父都发话了，谢灵舟是认真的，我是他正经的夫人，还是萧太后赐的婚，我怕什么？你之前说看我表现，我可是辛辛苦苦表现了7天，这7天的红烧肉都是你欠我的。你的逻辑是怎么找的？长在对我有利的方向上。之前欠你的，现在还了，不准从我月钱里扣。我屋里夜里冷，我睡不着。你在路上睡破庙的时候都不怕了？那时候不是有你在门口守着吗？现在也在府里。门口太远了。虽然他只是坐着，但我安心了，和发烧时抓着他的手一模一样的安心。首府府里居然有这种书，今天才有的。下次想看什么直接说。我把晚上翻出来看了3遍，翻到第4遍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对着一张纸条傻笑。耳朵热的能煎鸡蛋了，从来没真的对我生气。他只是不会说好听的话，他不会说担心你，但会一夜不睡守着我退烧费。他不会说喜欢你，但他把纸条夹在画本的最后一页，把我的烤糊的红薯吃完了也没吐出来，是那种我香菜到这里不走，想一直被他骂你可真大方的，想看他耳朵红的那种喜欢。后来很多年里，满京城都流传着一个故事，沈家那个傻姑娘逃婚，竟逃到了未婚夫面前，她花2两银子雇了天底下最贵的保镖，让他洗衣服、烤红薯、睡门口，最后盖头一掀，嫁给了他。这是全天下最赔本的买卖，也是全天下最赚的。